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卡尔先生，为您掌握周期，财富自由哈。本周呢，我会去参加白沙屯妈祖的进香，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比较特别，我请小编呢帮忙这个制作了这一集的影片，算是新的尝试哈，希望大家会喜欢。好，大家呢现在来看一下图片上这份报告，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呢，它在网络上疯传超过了1700万次。甚至惊动了整个华尔街。为什么一份几十页的文字能让全球最聪明的投资人集体失眠？因为它点出了一个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真相。我们现在看到的 AI 繁荣呢，可能是下一场全球经济大海啸的开端。这不是恐吓哦，这是一个有关于资讯落差的阳谋。今天呢，就要带大家来拆解为什么这份报告会让美股在一夜之间蒸发了数兆美元。这家能撼动市场的机构叫 CityNews Research， 大家可能没听过，这很正常，因为他们不服务散户，只对华尔街顶级避险基金说话。这家公司不到10个人，但是他们却是全球付费财经的第1名，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哦。这群人最有名的一战，就是在2022年精准的预测矽谷银行倒闭。正因为他们总能看透结构的崩坏，华尔街大咖们都盯着他们看，你知道这影响力有多恐怖吗？大家来看一下这张标普500指数的10分钟走势图。您看左边红箭头，2月22号这份 AI 白领失业报告一发布，几十兆美金的大盘竟然瞬间崩盘。但是比较神奇的是，不到48小时后呢，市场又因为另外一份报告呢，集体发疯买进，强势 V 型反转，再创新高。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明明美股还在创新高，为什么华尔街的聪明钱却在暗自担忧？因为这份报告呢，揭露了一个残酷的资本现象 ：AI 带来的生产力爆发，并不会反映在我们的薪资单上。企业主呢，正悄悄地将原本要扩编的人力预算，全部转移到一种不需要休息、不需要加薪的超级资产上。这场宁静的换血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就来看看华尔街的资本支出预测图。这张图呢，揭露了现在华尔街与矽谷正在发生的资本大挪移。大家看柱状图的攀升速度，2020年到2027年，科技巨头们预计要砸下高达1.57兆美元的 AI 算力，投资各种 AI 的设备。如果他们不买回答的晶片呢，明天就会被淘汰。那么这么庞大的这个买晶片的钱是从哪里挤出来？大家继续看第2张图，疫情以来的科技裁员趋势图，这里揭露了一个极度反常的现象。明明 AI 趋势这么热，巨头们赚得盆满钵满，照理说呢都要大举增财，但是大家看画面上，这代表裁员人数的柱状图，这根柱子呢却一直维持在高档，根本没有降下来。这证明了企业正在换血，老板们呢正在把原本要给付给白领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程序编选员的薪水，给大笔的砍掉了，拿去补贴那1.57兆美元的算力支出。这不是景气循环，这是一场冷酷的资本换血。企业正把原本该给付给白领工程师的薪水大笔的砍掉，全数拿去买冰冷的 AI 伺服器。这就是 Citrin 报告中提到的第一个致命的现象——幽灵 GDP。国家的账面财富狂飙，但钱完全没有进入您跟我的口袋与实体的消费市场。你以为这个现象只发生在美国吗？大家请看这个画面上这几则台湾最新的财经新闻，连台湾的金管会跟劳动部都罕见出面，着急的为金融业推出 AI 劳权指引。为什么政府突然紧张了？因为他们看到企业未来的支出重心已经彻底从投资人力转向了投资 AI 算力。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老板宁愿花天价买晶片也不愿意请人？接下来这张图呢，将彻底撕裂您对 AI 的既有认知，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听指令办事的小助理了。这个答案呢，就在这张报告最核心的 AI Agent 自主能力进化图里面。巨头老板们早就看到了这张进化图，所以他们才敢疯狂的裁员。这张图的 Y 轴代表 AI 在不需要人类插手的情况下，能够连续工作多久。您看左下角，2024年 AI 只能自主运作大约4分钟。确实呢 ，AI 只是个辅助工具。但是您看到右上角，从2026年到2028年 ，AI 即将跨越多日甚至多周自主性的工作，它能完全独立不犯错的工作长达1到3个礼拜。当 AI 从4分钟的小工具
报忠诚能连续工作3周的全职虚拟员工时，企业当然不需要再花高薪请。但请注意，根据这份报告的推演，这只是整场风暴的序幕。Citrin 报告之所以让华尔街彻底难眠，是因为它精准地推论了一套从实体经济蔓延到金融体系的3阶段毁灭路径。我们现在呢，正站在第2阶段的悬崖边缘。第1阶段呢，就是我们刚才证实的幽灵 GDP， 老板砸钱买算力，财富集中在少数的巨头手里，完全没有流入实体的消费市场。第2阶段，白领阶级向下流动与消费溃堤。当原本作为美国消费基石的白领工作的这群人们，他们失去工作之后，只能被迫去抢低薪的蓝领工作，或者去做一些外送的零工。这会引发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过剩，导致全体薪资水平崩跌，中产阶级的现金流与消费能力会瞬间的萎缩。第3阶段也是最致命的，从消费溃堤走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当失业的白领开始付不出房贷跟卡债的时候，危机呢就会正式的烧到金融体系。房贷违约潮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呢会导致软体企业营收衰退，以及高达数兆美元的私募信贷崩盘。报告中提到了，到了2028年6月，失业率呢将会正式狂飙到 10.2%， 而标普500指数呢会从高点暴跌的 38%。这3个阶段的预言呢，听起来很像科幻电影，对不对？但是呢，它第1步的幽灵 GDP， 我们刚刚已经用实实在在的数据证明它正在发生了。但您一定会问说，单纯的白领失业凭什么能够引发大盘暴跌 38% 的系统性危机？因为这群即将失去现金流的中产阶级，这是撑起全美国高达13兆美元房贷市场的绝对主力。眼睛不要移开，马上带您看。报告预测这场白领换血潮将如何推倒第1张引发连锁违约的骨牌。大家还记得2008年的金融海啸吗？当年这是因为银行乱借钱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人，才引发了次级房贷危机。I've only been here a week, graduate scheme. My kind of career has been halted at the first hurdle. Everyone's job is gone. Well, that's not what we've been told in finance. A lot of people in Merrill Lynch probably fired in a couple of hours or days, I don't know. 但这份报告推演的未来呢，却比2008年还要颠覆你我的认知。大家看画面上这则彭博社在2026年初发布的市场预警。Are most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AI, according to analysis from McKinsey. Really see the first consequences for the job market of that sort of rapid AI growth that we've seen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Well, in our reporting, we've spotlighted white-collar roles as being at risk. So these are things like tech and finance. That's where the drop in postings has been the most pronounced. 华尔街现在最害怕的根本不是穷人们违约，而是撑起美国高达13兆美元房贷市场的优质借款人。这群人是谁？就是过去几年靠着科技业、金融业高薪，借了高杠杆去买房的白领精英。报告中还警告，这群原本信用最好、消费力最强的中产阶级，真的被 AI agent 取代，他们每个月庞大的房贷就会立刻变成要命的现金流断崖。到时候呢，这些银行账上的优质资产会在一夜之间变成无人接手的有毒债务。但请注意，当房市面临巨大的抛售压力时，你以为最赚钱的会是帮忙卖房子的房产中介吗？并非如此。这股 AI 风暴下一步要终结的呢，就是有可能你我之间习以为常，靠着资讯落差赚取金钱的这个中介行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场智力过剩的风暴会如何摧毁我们习以为常的商业模式呢？我们就拿大家最熟悉也接触过的房地产中介业来当做观察的缩影。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买卖一间房子，我们需要支付高达 5% 甚至 6% 的昂贵佣金给中介？因为在过去，房地产是一个资讯极度不对称，还有人与人直接摩擦非常大的市场。您身为买方，没有时间去过滤几千笔实价登录，不懂得怎么去地政机关查产权与未来的估市规划，更不知道呢怎么与卖方进行心理博弈跟合约的拟定。那么中介赚的呢，其实就是这个资讯落差与居中协调的辛苦钱。但是当 AI 跨越了我们前面说的独立自主运作之后，这个资讯落差护城河将瞬间瓦解。未来的 AI 智能代理呢，能够在3秒钟内帮你精准的抓出方圆5公里内的真实成交均价，自动比对银行可以贷款的建价额度，
当取得资讯的成本几乎趋近于零的时候，买卖双方呢就可以直接透过 AI 进行完全透明的媒合的时候，那么传统房仲业高额佣金的商业模式就会面临崩盘。举这个例子，不只是为了要讲房地产，大家把这个逻辑套用在你现在的工作上。如果您在公司里面角色只是一个资讯的搬运工，比如负责跨部门沟通的中阶主管，或者是专门整理报表的数据分析师，当企业主发现 AI 能代替您的能力的时候，您的饭碗呢就随时可能被 AI 抢走。听到这里，很多伙伴可能会想，就算真的爆发大规模失业，难道政府会坐视不管吗？国家央行难道不能像2008年那样疯狂降息印钞票来救经济，来保住大家的工作吗？大家先别急，先松口气。因为在这次的 AI 风暴，降息呢，非但不是救命的解药，反而可能变成加速淘汰白领阶级的催命符。为什么降息会突然失效，甚至变成致命的毒药呢？Citrin 的报告之所以敢大胆预言这场危机将无可避免的在2028年全面大爆发，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残酷的经济学定律。大家来看画面上这张美国圣路易斯联储会利率与失业率历史走势图，大家仔细看，图上的绿色折线代表联储会的利率，而蓝色折线呢代表是失业率。这背后一条一条灰色垂直的区块，代表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经济衰退的周期。您看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铁律，每一次绿线从高点开始往下掉，也就是联储会开始降息的时候，蓝色的失业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会瞬间的往上狂飙。紧接着呢，经济就会掉进灰色的衰退区间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降息的救市效果传导到实体经济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降息落后效应。报告呢也点出了一个核心 ，AI 带来的失业是不可逆的。企业老板是因为买了 AI 的算力，所以永久性的把白领员工给淘汰了。这跟过去因为景气不好暂时裁员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就算联储会急着降息，也根本无法让企业重新把人聘回来。这场由科技引发的智力过剩与消费溃堤，根本不是传统的货币政策能够救得起来的。大家现在请暂停3秒钟，在您的脑中帮我想一件事情：您现在公司是不是每年都要支付一笔昂贵的软体月租费给微软、Salesforce、Adobe 或者是一些软体应用的公司？而这笔钱呢，是按员工人数来计算，对吧？那么大家请再思考一下，您买的那些强调保本稳定的保险或退休基金，或者是各种的 ETF， 背后到底把钱借给了谁？如果您现在脑中对这2个问题没有答案，那您一定要看下一段，因为这场降息也救不了的岛藏野火，第一时间烧掉了，可能就是您以为最安全的软体资产与退休老本。刚刚请大家回想那些公司的软体月租费，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因为它即将戳破大家手里那些科技股 ETF 的获利神话。大家看画面上彭博社的这份最新报道，为了应对白领失业潮导致的订阅数锐减，许多传统的软体巨头被迫宣布放弃过去10年最赚钱的按人头计费的商业模式，转向利润微薄的按用量、按算力来计费的模式。这个消息一出来，直接导致华尔街多档云端软体 ETF 单周暴跌超过 15% 以上。很多朋友可能会想，按算力来收费，那现在 AI 的算力需求那么高，软体公司不是应该赚更多钱吗？跟大家算一笔简单的账就知道了。以前老板请100个白领工作者，每个月要乖乖支付100份钱给微软或 Salesforce 或软体公司的月租费。现在呢，老板裁掉了80个人，换成5个24小时工作的 AI 代理人。对软体巨头来说，他们的人头营收瞬间就会蒸发了 80%。这不是什么伟大的技术转型，这是商业模式的慢性死亡。但如果只是买配息稳定的老牌科技股的人，会被影响到吗？这份报告发布的当天，一家被散户视为避风港的100年科技巨头，股价竟然无预警的闪崩。您知道是哪间公司吗？这家股价100年闪崩的老店，就是画面上大家看到的 IBM。请看上面这个红色的数字，当天 IBM 直接股价暴跌超过 13%， 而且呢，这正好就发生在 Citrin 这份末日报告发布的同一天。为什么？因为华尔街的主力资金一看到这份报告，立刻就对这些传统的软体巨头与顾问巨头开了第一枪。
当企业发现导入 AI agent 用1/10的价格就能自动写好程式、做好分析，谁还要花大钱请 IBM 的顶级外包团队？谁还要乖乖缴昂贵的软体人头税？当企业拒缴人头税，这把倒账的野火，第一时间烧向的就是规模高达2兆美元的私募信贷市场。到底什么是私募信贷呢？大家呢就把它想的是台湾的中租跟和润这类大型的租赁公司就明白了。华尔街的大型机构拿着大家买保险、存退休金的庞大资金，跳过传统银行，直接借钱给这些靠着收人头月租费稳赚不赔的软体公司。但是现在 AI 彻底砸碎了这份金饭碗。外资瑞银已经发出警告，软体类的崩溃呢，可能会让私募信贷违约率狂飙到 15%， 这会引发什么后果？大家回想一下，前阵子才刚上过新闻的真实事件，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就因为面临投资人恐慌性的提款压力，被迫无预警的把旗下私募信贷基金的赎回上限死死锁在 5%， 这等于呢是直接拉下铁门，开始限制提款。这对于准备退休的长辈来说，你以为买了保守的保险，除了安稳的退休金很安全，但机构背后呢，可能正拿着你的钱去踩踏这几兆美元的超级地雷。这场风暴呢，最终会无情的冲击我们的税基以及劳健保。当纳税的主力的白领失去收入，年金系统将面临深不见底的资金断层。很多人期待政府会推行全民基本收入 UBI 来拯救这整个失业潮，但请回归最基本的货币逻辑，用财政赤字去补贴非生产人口，代价就是结构性的通膨。当政府发放的补贴被飙涨的物价严重稀释实质购买力的时候，您该拿什么去支付银行里那笔每个月雷打不动的巨额房贷？当货币政策降息失灵，企业端营收崩塌，就连政府的财政托比 UBI 也只会引发恶性通膨。华尔街的量化模型推演到这里，得出了一个几乎完美的死局。白领阶级呢，似乎注定要被这场资本换血给吞噬。但是这群年薪千万的华尔街分析师，在他们冰冷的数学公式里，却漏算了一个在真实的商业世界中最致命也最难量化的实体盲区。正是这个盲区呢，就为我们争取到最后的保命缓冲期。大家不妨思考一下，在真实的大企业里，推动一场彻底取代人力的技术革命，最大的阻力往往根本不是钱，您猜猜是什么？答案就是大家上班最痛恨的大公司的通病跟旧系统的包袱。这些华尔街的分析师呢，是用数学公式在算失业率。假设只要 AI 比较便宜，老板明天一早呢就能无缝接轨的把大家都裁员了。但是请大家回想一下，您公司光是要换一套打卡系统，要买一个新的软体，要走多少的流程，要开多次的跨部门会议，还要经过多少的 IT 的资安审查。如果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金融业、医疗业或者是政府机关，光是要应付严格的客户隐私与合规审查，就耗费好几年的时间。所以这场 AI 换血的失业海啸绝对不会在明天瞬间就淹没我们，而是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分批分阶段的发生，给我们一段非常宝贵的缓冲时间。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利用这段缓冲期来保护自己的资产呢？接下来我想要给您面对这样环境的行动策略。既然我们靠着大公司的旧包袱争取到了这段宝贵的缓冲期，建议大家立刻在你的财务跟职涯上启动有名的杠铃策略。什么是杠铃策略？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健身房里面那个举重的杠铃，我们要把资源集中在极端的两头，彻底放线中间那一块即将被 AI 绞杀的普通白领的这个地带。杠铃的第一头呢，叫做升维竞争策略。 AI 它很强，但是它是强在执行，快速、大量、不疲倦。但是 AI 呢，有一个共同致命的弱点， AI 没有您20-30年累积下来的判断力，也没有您跟客户跟同事之间的真实的信任关系。所以您现在要做的不是跟 AI 比速度，而是要更上一层楼，从做事的人呢，变成判断 AI 做的对不对的人。例如有一个20几年经验的会计师，他请 AI 帮他整理出一份财务分析报告，报告出来了，数字很漂亮，格式很完美，但他一眼就看出来，有一笔关联交易的认列方式在台湾税务实务上根本行不通。这个判断呢 ，AI 给不了，但他可以，这就是这一名20年的会计师的价值所在。再来要从提供资讯的人变成客户遇到大事
第一个想要打电话的人。一个做了15年的保险业务员，客户在查保单内容、比较方案，全部都可以去问 AI。但是当客户的父亲突然住院的时候，家里乱成一团的时候，他第一个打的电话还是给这位业务员，因为他信任的不是资讯，他信任的是这个人。Citroen 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残酷， AI 正在摧毁的是靠资讯不对称赚钱的中间人，但它摧毁不了的是您跟人之间的真实信任，这就是您的护城河，要好好守住它。而杠铃的另外一边呢，叫做脱钩收入并保护资产。这点呢，我特别要讲给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朋友听。当 AI 把企业的软体月租费砍掉，让华尔街的软体 ETF 崩盘，甚至未来政府可能会被迫大量印钞，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来救济失业潮的时候，您手上的股票 ETF 债券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在这个全网都封 AI 算力，一切都在虚拟化的时刻，实体的东西呢，其实最为宝贵，就是我常说的实体黄金。康先建议您要持有10%到20% 的实体黄金部位，用来长期保护您的资产。同时您需要有稳定的被动收入。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先不用回答我，但请您认真的想一想，如果明天开始您无法上班3个月，您的收入会归零吗？答案如果是的话，那现在就是你开始改变的时候了。你可以去投资能不断产生现金流给你的投资标的，但记得呢，买的便宜非常重要。再来呢，您不一定要创业，但是您这几十年累积的专业跟经验，完全可以转化成顾问、课程、咨询，让您不工作的时候呢，也能够为您产生价值，让您的收入跟您的时间慢慢脱钩。因为今天讲的内容非常多，最后呢，帮大家做个总结。第一 ，AI 已经跨越了分水岭，它早就不是个只听指令的小助理，而是进化成了有记忆、会规划、能独立运作的数位员工。企业的资本支出呢，已经从投资人力彻底转向了投资算力。第二，白领阶级的失业呢，将引爆系统性的金融灾难。这场白领换血潮绝对不是只有科技业的家务事。当撑起消费的高薪中产阶级失去现金流，随之而来的就是13兆美元的房贷违约危机，软体巨头营收崩溃，以及数兆美元的私募信贷的连锁暴雷。甚至连我们赖以为生的政府税收跟劳健保系统都会面临彻底的洗牌。第三，救世主只有您自己。面对这场不可逆的结构性风暴，国家央行的降息跟印钞也救不了您的饭碗。我们唯一的生路呢，就是利用大公司体系转型的这段实体缓冲期，彻底执行进可攻退可守的杠铃策略，保老本，以往安全的防御式资产。同时呢，把 AI 呢变成您个人的专属杠杆。最后，卡尔先生想在留言区问问大家，您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有几成已经面临被 AI 取代的风险呢？您目前有什么打算在 AI 的时代建立您不被取代的优势呢？如果这个影片有帮到您，请记得帮我按一下热搜，还有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卡尔同学会的会员频道，里面呢会分享更多更深入的趋势观察，以及实际投资的标的更具体的投资策略哦。我是卡尔先生，我们下次见。